OK， 现在呢，我们来到全汉 FSP 的摊位。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今年新推出的一系列的电源其中呢就有包括这一个金牌的这个 Vita， 还有更高阶的这个 Alpha， 以及这个是最高阶的这一个 Mega。而这些系列产品的全部的电源呢，全部都是支持 PCIe 5.1 以及 FTA 3.1 的规格。同时会陆陆续续的替换掉他们旧款的，像说 Hydro PDA、Hydro G Pro 的等等的这些款式，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在它的整个的外形设计，相比起过去的款式有很大的改进，而且在体积上面也做了一个很大的优化。以往我们都知道，其实 FSP 的这些电源呢，都会相对的会比较硬朗一点点，都是纯黑色，比较阳刚一点点的个性。而这一次除了在外形上面呢做了一些优化以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也推出了像是这种比较带色白色装机的这种电源。所以呢，今年陆陆续续会从 Vita 开始陆陆续续的上市，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好了，现在我们除了看到刚才的那电源的产品以外，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散热产品，包括有这个单塔的这个 M15， 以及双塔的这个 M17。然后这个 M1 的系列呢，其实带的呢就是有这个4热管的这一个功能，然后带的是 ARGB 的这个风扇。而双塔的这一个 M17 呢，是以6热管为主，然后是2把 ARGB 的风扇。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黑化版本的这个叫做 MP5 Black。为什么在型号上面会有一些不同呢？因为据说在风扇上面也做了一些改进，让它的整个转速会变得更加的高，所以它的散热性能会变得更加的好。而当然，除了单塔以外，双塔也会有全黑化的版本，所以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设计。那除了风冷以外呢，其实我们也有看到的就是水冷的系列。然后这一次呢 ，FSP 呢就是改了另外的一个方案。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除了240以外，还有360以及4风扇版本的这个480。然后这一些水冷呢，它相较于常规的水冷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泵是直接内置在水排上面的，而并不是在人头方向。那当然是为了避开一些特有的一些专利。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它的性能表现是如何的。好，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机箱的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 U690BP， 就是整个海景房机箱，采用的是3玻璃的界面。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部分，就是在内置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控制器，风扇控制器。除了我们可以更改它的这个 ARGB 的这个样式以外，我们还能够调整它的转速，甚至我可以直接关闭它的灯光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得到里头的这些风扇是挺不错的，来自呢也是 FSP 的新款的风扇，CF12FAD。比较特别的部分呢，就是它的风扇采用的呢是会有内置一个显示屏，这显示屏能够显示它现在的转速在多少，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开软件，我们才能够知道它的风扇转速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格，而是我们只需要在这边调整，直接看风扇本身就能够看得到它的转速表现是如何的了。可以看得到，采用的呢就是它的控制器是在这里，所以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用回 FSP 的那个风扇，你买现有搭配自己的现有的风扇也是 OK 的，可以通过它的控制器来实现刚刚的那些效果。可能会有些马来西亚朋友想要问，到底它会不会在马来西亚上市呢？这个呢就要看到时候FSP 的代理商会不会把它给引进到马来西亚了。但是除了这个机壳以外，我们还有这一个庞然大物，这个就是 U700B， 然后算是一个全塔的一个机箱。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有特别无数的这个通风孔，除了中间的以外，上面、下面、后面跟甚至是旁边都有非常多的通风孔，而且里头它能够支持特别常规超规格的这个主板。PCIe 槽位拿到了一个15个 PCIe 槽位，它是一个双仓的设计，能够安装2颗电源。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下面呢是他们的公共电源，上面这个电源呢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款式，是 FSP 的这个 Canon Pro 2500瓦。专门就是针对 AI 应用所设计的这个超规格的电源。好，这个 U700B 呢也是会在今年内上市，建议售价会大概是在一个400-500元美金左右，具体的售价还是要等它上市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好，来到了 FAC 展会的最后一个产品介绍，也就是我个人相对比较期待的产品，来。就是这2套机箱机壳其中这一个呢 S380。不是飞机啊 ，OK，S380
是这个 MATS 的规格，然后还有就是支持 ATS 规格的 M580。然后它们都是在曲面玻璃的海景房，而且你们可以看得到整个的规格看起来非常的好看，而且两款机箱都是支持背插主板。据我所知，它的售价相对来说会非常的亲民，也会在今年的时候会上市。据说会是在70多块美金左右单机壳的售价。我觉得以这个机壳本身的颜值、做工，然后我给我的这个整个的第一印象，我觉得还算是对得起这个售价的。更多的细节可能要等它真正上市的时候，看我有没有机会体验得到了。好，以上呢就是全 FSP 在这一次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会的全部内容。那关于他们的产品呢，我会期待他们上市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给大家分享体验一下。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留守我的频道，来收看更多有关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看，可以的。